飞起来！老六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不想死啊，我还是处男呢。我要是死了，世界上的美女可就没人保护了。你那么看着我干嘛？你是和尚，你不会理解我的苦的。哑巴，对不起了，谢谢你救我。五多啊，五多，你怎么就跑了呀？啊！你要是不跑，老六还有个元首啊！不行，不能再跑了，得去救老六。怎么不跑了？你倒是跑啊你！各位英雄好汉，有话好说啊！我让咱们有事说事儿，你们别动手啊！别动手！打人不打脸，打脸！不打脸也别再动拳了。放了你们了！别打头就行。
好啊，小子！啊，跑啊！我不跑了，我不跑了，我不跑了。啊！不跑了，不跑了，带走！别进！别进！你怎么也被抓起来了？你们到底什么人啊？何处翠梧沟，一片荒城枕碧流。曾是当年龙战地，嗖嗖。塞北霜风满地秋。霸业等闲休，跃马横戈总白头。莫把韶华轻换了，封侯多少英雄只废丘啊！你们两个滚开！什么酸臭诗人吟诗弄月，一刀杀了他们就完了。住手！好一个眉清目秀的和尚！佛说相由心生，你不好好吃斋念佛、礼佛向善，却藏着一颗谋反祸乱的贼心。你们的同伙在哪儿？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？你知道这个和尚是什么来头吗？他可是大清的皇上康熙爷派来执行秘密任务的。胡说！皇上会派和尚来执行任务吗？难道我们大清王朝就没有将士了吗？他真的是皇上派来的。翰林风雨，寒烟摧草，江山满目兴亡。你看看你们，一个个的面目狰狞，杀气腾腾的。我看你们肯定不是康熙爷派来的大清官兵。那我们是什么？我看你们啊，印堂发黑，阴气十足。哎，天上的鸟也不飞了，肯定不是一般人。现在风都吹起来了，你听听，这不是狼嚎，这是鬼叫啊！你听见没有？啊，这声音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。哎，就在耳边。哎，和尚快跑啊！昨天才擦干净我的剑，今天又给你弄脏了。果然是阴兵。阎王爷派你们到阳间来抓壮丁的吧？你跟他这么情深意重，我不如送你一程去陪他作伴吧。将军饶命啊！阎王爷饶命啊！我还没结婚生子呢，天下的美食美酒我还没尝遍，我是个孤儿，赤条条来到这个世上，死了还要跟和尚作伴，我还是处男呢，我不甘心。把他给我带走！哎，带走！女施主，你在哪里？
等你清醒，取你命。他年纪轻轻，居然能用纸剑在石上刻字，此人究竟是什么身份？你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你既然把我推下悬崖，又为何要救我？推你下悬崖是要你明白一点，如果本姑娘想要你死，你早已命丧黄泉。今天是因为本姑娘心情好，对你网开一面。但你若要再一心寻死，那我可就没什么耐心了。刚才不想杀你，不代表我现在不想杀你。你要的是我的命，为何要对我师兄弟下手？本姑娘天生喜欢看人被折磨，别人越难受，我便越快活。如果你的师兄弟真的是被我所杀，那一把火烧死他们，这种死法不是太无趣了吗？如果不是你，那究竟是什么人要将我们赶尽杀绝？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杀戮，你为何不问问你自己做过什么？难道是西鲁天会？他们也是为了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而来。你笑什么？傻和尚说蠢话，难道不好笑吗？难道我说的不对？不仅不对，而且错得离谱。等到真相大白的一日，你自然会知道。你现在就必须要告诉我，否则你休想离开！烦死了！你刚才还说不知道我少林金刚手，现在却知道我的一招一式。因为我练的功夫专克你的金刚手。你知道我姓甚名谁，又知道我的身世来历，你究竟何人？为何对我了解如此透彻？可是你却对我一无所知。你放我下去！除非你保证不再跟着我。我必须跟着你，除非你如实相告。蠢和尚，你简直就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冥顽不灵。快放我下去！好啊，那我现在就放了你。放！还有再放吗？如果我脚下再稍稍松劲儿，我的白绫连同你，会一起掉进万丈深渊。只要你肯开口求饶，我便会饶你一命。别废话，要杀就杀！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好吧，刚才你问我问题，现在轮到我问你3个问题，你只要答对其中1个，我便把你拉上来，如何？说。第1个问题，你七舅老爷家3外甥女的表哥的女儿跟你是什么关系？表妹。错，是仇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七舅老爷家3外甥女的表哥被你七舅老爷家的3外甥女的丈夫所害死，所以你七舅老爷家的3外甥女的表哥的女儿跟你是不是仇人？胡搅蛮缠。第2个问题，我姓什么？我与你萍水相逢，我怎么会知道？那你是弃权了？你一身白衣，姓白。本姑娘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你再回答错，我马上送你上路。如果你的至亲兄弟和当今圣上同时遭人劫持，你只能救其中1个，你会选择谁？圣上。你就眼睁睁看着你的兄弟送死吗？好，那我再问你，如果你的师父和当今圣上，你的选择仍然不变吗？手足或师父有难，我必会拼死相救。但圣上之生死关系天下苍生，我不能因为一己之私，不顾芸芸众生。什么狗屁天下苍生？你心系百姓，百姓在乎过你吗？你为了皇帝而牺牲自己的一切，到头来，皇帝还是想要杀你。世界上最亲的人，只有你自己的兄弟、亲人和师父，而你居然可以为了所谓的道义牺牲他们，你简直就是愚蠢、愚昧。师父说过，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。我乃舍生取义者也。好，你既然要舍生取义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们到底是阴兵还是阳兵啊？什么是阴兵，什么是阳兵啊？阳兵呢，就是大清康熙爷的部队，专门保护老百姓的。
阴兵呢，就是阎王爷的小鬼儿，专门拿人害命的。我们乃当今皇上的部队，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？这可是威震四方鄂尔多斯的大将军纳兰性德，自李白之后绝无仅有的边塞诗人。纳兰德行，打你啊！哼，爷，您别生气啊。我这么阳光善良的人都被你们抓起来了，不是阴兵，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再胡说八道，我就带你到阴曹地府当兵去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还没看到和尚？您别着急，咱们往前走，穿过那个树林就到了。你可要想清楚，你走错一步，一边是人间，另外一边就是地狱了。报告将军，前面有情况。这累死我了！这些人刚死没多久，认不认识这些人？我才不认识呢，活的时候不认识，死了更不认识。仔细给我看一下。西鲁天会的将士，怎么会是他们？醒醒，醒醒啊！你可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？属下不知，没想到还有比我们想杀他们的人。真是天助将军！醒醒！说什么？天助？你知道他们是谁啊？谁派来的？醒醒！能在一夜之间杀死了这么多人，怎么？绝对不是良善之人。你身为左卫大营的将军，你都不知道这件事。如果他们要对付的不是和尚，是左卫大营，到时候烧死的就是我们。是属下失职，请将军责罚。和尚，现在你给我进去看一下，和里面有没尚，有我们要找的人？是，快啊！白大人，你怎么被烧成这样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叛徒！谁？谁是叛徒？将军，死了一个皇上派来的官员，和尚和其他人没有发现。你奉康熙爷的命到西边来招安，到头来却死在康熙爷自己的兵手里。怪哉啊！究竟是什么人，竟然能抢在将军之前下手？其他和尚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冰玉公主，还有万寿山将军，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。半世浮萍随逝水，一宵冷雨葬名花。这马上就要回京城了，发生这种事儿，这狗屁招安还？这是谁干的？也太目无王法了吧！哎呀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。去你的！坑我！哎呀，又逃出来了！长这么大还没人能置我于死地呢！撤！将军，那个小子不见了，快给我搜！是。哎呦！还不打得你现出原形？将军真是剑法如神，嘿嘿，差点要了我的小命根儿。嘿嘿，如果你答应我带我去找和尚的话，我就饶了你的子孙。你们放了我，还不是要跟着我找和尚吗？你小子哪来这么多废话？多谢将军不杀之恩呐！和尚就在不远的地方，你放了我，我们一起去找，好不好？别给我耍花招！哎，和尚们，过来救我！我在这里啊！撤！站住！站住！抓住！
小孩子，真不要脸！杀了这小和尚，拿下万寿山和冰玉公主！呀！马上，这就是你多管闲事的下场，还有什么话说？ 什么人，竟然敢多管闲事！将军，你们快走！美女，谢谢你出手相救啊！咱们这叫什么呀？美女救英雄嘛！姑娘，今年贵庚啊？有没有成家啊？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以身相许。救命啊！阎王爷要是问我是死在谁的手上，我该怎么说？哦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我是。七弟，七弟，你没事吧？二师兄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好想你。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大师兄和八师弟呢？大师兄和八师弟拼死掩护，我才有机会保护冰玉公主和万寿山将军逃出来。我一回头就看见大火已经吞噬了大师兄。还有无数的蒙面人在营地里见人就杀，我们到处找你，我以为你死了呢。都怪二师兄不好。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怎么会呢，七师弟，你就像我的亲人一样。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发生什么事情了。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。在山谷中醒来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都怪我不好，才让你们遭遇偷袭。不关你的事，只要你还活着就太好了。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呢？从营地里逃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还在马车上的，这一路片刻都没停过。他们去哪儿了？怎么凭空失踪？是不是跟这帮蒙面人有关啊？我们要想办法搞清楚这些蒙面人的身份，找到万寿山和冰玉公主。公主！万寿山将军！公主！将军！公主！二师兄！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，怎么又不见了？是我眼花了？七弟，你刚才确定看到他们吗？我刚刚明明看见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在那儿出现，有几个神秘人跑在前面。你刚才看到他们有没有被绑架？不像，
也许是他们自己想要逃走。他们既然愿意跟我们进京，就没有必要逃走。这里面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。眼看大功就要告成了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少林寺与师傅团聚，却发生了这样的事。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人做了这件事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做。七弟，你记得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走到半道，把最重要的人弄丢了。二师兄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尚不明确。看起来我们东归也许更加艰苦。我们肩负着皇上的重任，我们必须要安全地把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护送进城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对得起死去的师兄弟们。我觉得事有蹊跷，万寿山将军会不会不是真心的投靠皇帝，故意逃走？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他们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二师兄，你看，是他们！追！来，追！快！啊！来！小心！二师兄，下面好像有人。好像是80弟。走。80弟！80弟！80弟好像被他们打死了。二师兄，他怎么样了？走。二师兄，80弟怎么了？80弟伤得很重，我们要赶快找个地方给他医治。走。等等，二师兄，有情况，是朝廷的官兵。5毒和6弟，怎么没有跟他们在一起？他们会不会走散了？不会，他们先行一步去军营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我们现在还没到。二师兄，你是不是怀疑大清的官兵？不会的，二师兄，白大人和哈大人说过，皇上已经下令，让沿途驻守将士保护我们顺利进京。不对啊！快走！他们明明是大清的官兵，为何他们也要追杀我们？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，先躲开他们再说。二师兄，前面没路了。没错，和尚，你们跑不掉了。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你们真的是大清的官兵？这里是大清疆土，我们当然是大清的士兵。你们为何要追杀我们？这里面是不是有误会？把你们的问题留给阎王爷吧。7师弟，80弟，7师弟，80弟，放开我师弟！我准备了3口棺材，专门赶来替你们收尸。想不到你们和尚的命还挺硬，又逃过一劫。但你们以为你们能活着离开鄂尔多斯吗？我很怀疑，因为朝廷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是朝廷派来的杀手。我是谁，这很重要吗？你们现在该担心的是，你们如何活着离开这里。大清的官兵为什么追杀我们？也许是他们的皇上允许他们这么做的。这不可能。你仔细想想，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，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？难道真的只有死路一条？本来是，但你遇见了我。如果你们想要活着离开这里，只有一个人能帮助你们。但如果你们不能成功的说服他，或许他会先要了你们的命。你说的这个人，是指你自己吧？如果是我，本姑娘现在就送你们去见阎王爷。进去。哎！
哎，你觉得我好看吗？你是第一个不承认我好看的男人，连纳兰将军这样的世家公子见到我的第一眼，都赞叹我为粉艳朔月彩，舞山拂花枝。我不信你不为我心动，是不是因为你是和尚，所以不敢表明？要是你不做和尚了，会不会娶我？不说话，就当你是默认了。呀，你害羞了，耳根子都红了。你真的以为我会喜欢你吗？好啊，等你什么时候不想当和尚，你来找我。你为什么打伤士兵？你想逃跑吗？我知道了，你想见你的师兄弟们。我可以带你去。看来有人给你准备了3副棺材。我纳兰性德孤家寡人，3副棺材未免太浪费了。有一副应该是为你准备的。多谢承让，还是留着你自己享用吧。将军，外面没有任何人闯入，这3口棺材凭空而来，实在诡异。看起来，棺材里面的主人想见见我们。胡彪，去把棺材打开。这3个和尚明明被我埋了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看来有人救了他们。胡彪，把和尚给我抓起来！遵命。你的白隼是不是把我当成猎物了？下一回他捕食的目标是不是就轮到我身上了？你从隼口争食，怎么怪到我头上来了？你从来不觉得好奇吗？有什么好奇？谁送来这3口棺材？到底想干什么？还有，到底是什么人在我面前杀死了这个和尚和西鲁天会的人？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这些你从来都没有问过。难道你不想弄清楚，或者是你根本就一清二楚？我不清楚，也不必清楚。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完成皇上交给我的任务。皇上下旨斩杀西鲁天会，和尚的营地就恰好遭人埋伏，一场大火几乎烧毁了他们所有。营地里虽然尸横遍野，但是你亲眼看到了万寿山和冰玉的尸体了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万寿山和冰玉没有死？连和尚们都活着，以万寿山的功夫，他想逃出去，绝对轻而易举。万寿山和冰玉没有死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？是你亲手杀了他们，还是说你到现场目睹了一切？我一直在军营，我哪有那个时机？既然没有，和尚们就还不能死。你是在给和尚开脱？我不过是担心有阴谋。整件事一直很蹊跷，
万寿山和冰玉也始终下落不明。送棺材的人就是想提醒我们，和尚身上有我们想要的真相。什么真相？真相永远都隐藏在迷雾之下，就如同现在一头雾水。但是，我一定能查出来。如果不能调查清楚，就会让有心之人阴谋得逞，那我岂不是辜负了皇上对我委以重任？这是给你一个教训，告诉你，永远不要把你的后背面向别人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，你身后的这个人是不是要杀你。在这世上，没有人能值得信任。哼，你知道将军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杀你吗？他是在等你害怕，等你因为恐惧死亡而彻底崩溃。你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怕死吗？在他觉得活着还有希望的时候。胡彪的确在山谷中找到你的师兄弟们，但他们已经被活埋了。你的师兄弟们已经死了。如果你想见他们，我现在就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哼。很好，让仇恨完全吞噬你的内心，那时候你就可以为他们报仇了。将军，将军，哑巴和尚呢？回禀将军，是紫妍姑娘把和尚带走了。去哪了？属下不知。马上给我找回来。是。驾！将军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想杀了他，但将军你不答应，所以我折磨了他一番，就把他带回来了。你是不是认识他？将军为什么这么说？除非你们认识，而且你们之间还有着深仇大恨，否则你不会这么恨他。将军难道不懂恨是伴随着爱产生的？我不爱他，怎么会恨他？如果说恨，全天下我只恨一个人。你知道，在我的军营里面，任何人犯了错都必须惩罚。你违反我的命令，我必须惩罚你。紫渊甘愿受苦。出来吧。老大，就是这个女的。你们已经跟了我一路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不要打扰本姑娘休息。你早就发现了我们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，有什么目的？同样的问题，你回答我，我就回答你。姑娘，我想你不知道自己卷进了什么样的大麻烦里。本大爷不想对女人动手，给你一条活路，你马上离开这里。你想动手又如何？凭你们的本事，再多人我也不怕。这么说，你是不肯离开了？我倒是很想离开，
可是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你的什么任务？当然是跟你们一样的任务。你知道我们有什么任务？当然知道，要不是我们有相同的目标，你们早就死了。小小女子口气都不小，你跟和尚是什么关系？你猜我跟和尚是什么关系？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，总之你已经妨碍了我们的行动。你不离开，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上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我刚才已经手下留情，现在你们就欺人太甚。看来我必须给你们的颜色看看。现在知道本姑娘的厉害了吧？敢跟我们作对，今天就算你侥幸逃了，日后还会有源源不断的追杀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要不是我出门的时候答应过别人，只杀和尚，不杀别人，这会儿你们的脑袋已经滚得遍地都是，就像熟透的西瓜地。哼！趁我还没有改变心意之前，滚！走！万将军，地方到了，请下马车吧。万将军，请。大人，我们。今大开杀戒吧，万将军，您一定也很想知道，我们为什么请您来。这一路上，本将军想了很多，也听了一二。不过，本将军想亲耳听你们说说，你们到底是我的朋友还是敌人？好，7师弟，8师弟，7师弟。7师弟，你怎么样？2师兄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8师弟现在怎么样？8师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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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也不知道。2师兄，你看，那些关在笼子里的是人还是野兽？这里是野蛮人的部落吗？看门外的守卫，步伐整齐，精神抖擞。我想，我们正在军营中。我们被抓到军营来了，可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们？我们是皇上指派的西行使者，肩负皇命。按白大人、哈大人所言，
皇上应该沿途安排了军队，一路护送我们回京，怎么会这样？也许保护我们的军队根本不存在，他们只是借保护之名进行劫杀，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。怎么会这样？白大人和哈大人一直以为朝廷会来接应我们，没想到真正劫杀我们的人就是朝廷重臣，现在连他们自己都生死未卜。难道是皇上突然改变了心意？不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怕只怕是场阴谋。二师兄，你看。这位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任天野。江湖上好像没有这个名号。万将军，您久居西域，而且您的心思一直都在于应付清廷之上，对我们中原的江湖自然是知之甚少。况且我们的名声还真的不能打得太响，一旦被这青妖盯上，会坏了我们的大事。你们是反清的势力，说吧，你们为什么要见我？不是在下要见您，是我们的总舵主派在下请您来的。除了南方的天地会总舵主万云龙，本将军在南方真没有朋友了。万老将军果然是英雄豪杰，一下子就让您给猜中了。西鲁天会跟你们天地会本来是很好的朋友，你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请本将军？方才您询问在下是敌是友，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万将军您是敌人还是朋友。我们天地会和你们西鲁天会本来是坚定不移的盟友，但是现在是敌是友，全看您一个人的想法。那你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总舵主经常跟我们讲起，在当年清廷围剿万老将军你们一家，而万将军宁死也不肯向清廷低头，一只手提着一把大刀，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孩子，背上还背着一个孩子，拼死也要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。还有一次，您为了救您的兄弟，带了10几个兄弟夜闯防守严密的清兵大营，面对成百上千的清兵，您连眉头都不皱一下。在我们天地会人的心中，您是一个大英雄大豪杰。可是现在，我们真的想不到，您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，竟然……本将军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，不要跟我拐弯抹角的。你是想说我背叛西鲁天会，一个好汉最终沦落到向敌人卑躬屈膝，所以要奚落本将军？那您告诉我，您这一趟去京城做什么？据我们得到的消息，您这一趟去京城，准备和那个青妖的狗皇帝去讲和，亲自向他启降。既然见到了皇上，那么很多事情不就方便实施、简单明了了吗？我不知道什么是简单明了，我只知道您这一趟进京，清廷就多了一个盟友，而我天地会就多了一个仇人。既然是仇人，那就留不得您。7师弟，保护好8师弟。好。二师兄小心！你是谁？为什么要伤害我们？你是不是饿了？他们把你关起来不给你饭吃。师父说过，佛祖在修行的时候，割肉喂鹰，舍身喂虎，随后立地成佛。我虽然是个小沙弥，但如果你快饿死了，你就吃了我吧，放了二师兄。
什么人？为什么攻击我们？快说！二师兄，他好像不会说话，他现在的样子好像一只受伤的小狼一样。回到你的笼子里，不准再过来了。为什么他们要杀了他？一定有人在暗中监视我们。这些人简直丧心病狂。他们会不会把这些野人都放出来？如果是那样，我们3个全加起来也不够喂他们。我们被埋在山谷时，有一位姑娘告诉我，我们想要活着离开鄂尔多斯，只有一个人可以救我们，但前提是在他伤我们之前，我们要成功说服他。这个人是谁？现在还不知道。既然他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，就一定和这个人有关系。那个姑娘的话可信吗？此人十分神秘，而且性格古怪，现在还不清楚他是敌是友。我们只有找到万寿山，才能弄清楚整个事情的真相。放火烧营地、杀死西鲁天会的人，会是他们吗？六师弟和五毒兄弟先去军营探路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我想，他们可能也遭到了清兵的埋伏。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的失踪，想必也跟朝廷有关系。我们要找到那个人，尽快脱身。我们一行人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师兄弟们死的死，伤的伤。当初说好要一起回去，现在只剩下我们3个。八师弟也已经半死不活，如今我们被困在这里，想要活着逃离，也已经是无望。我们绝不能辜负把性命交到我们手上的西鲁天会。为了边疆不再战火连绵，不管有多绝望，我们也要完成我们的使命。师父还在等着我们回去，我不会放弃。哼，敢惹怒将军，就是这样的下场。情况有点不妙。你是将军，我并不认识你。我也不认识你。那你为什么要陷害于我？我认识你脖子上的这个脑袋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亲手摘下它，以示天下。我们犯下什么滔天罪过，需要斩首示天下？难道这个你自己不清楚吗？这是皇上的旨意。皇上要杀你们，那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和尚，走吧。不行，我还没有问清楚。你的问题太多，更何况你有资格问吗？我让你走你就走，如果你还想见你的师兄弟们，我一定会搞清这些。
我还。只怕是君问归处未有处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进去吧，你想见的人就在里面。纳兰将军的帐篷，岂是什么人都能进？先过了我这关再说。我师弟，你师弟就在帐篷里，不过你可得抓紧点，晚了，你们可就再也见不到了。小和尚，让我来考考你：今夕时显人精甚，终岁不闻卿妇人。下一句。却是平流无实处，时时闻说有沉沦。今日乌云密布，犹如黑云压城城欲摧。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。苟能至金陵，岂在多杀伤？凭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七师弟，二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跟人打起来了？八师弟呢？我把我们的经历告诉纳兰将军，将军已经吩咐军医为八师弟疗伤。你就是二师兄，功夫不错。刚才跟你交手的是我左卫大营第一高手，也是我麾下副将胡彪。他虽头脑愚钝，但一身孔武之力，在战场上亦能以一杀十。想不到今天居然败在你手上，少林功夫果然名不虚传。呀！住手！将军，刚才是属下一时大意才输给他，让我与他再战10回合，必取他首级。闭嘴！输了就是输了，不要找借口为自己开脱。你是一时大意吗？明明已经使尽浑身解数。刚才说你是我麾下副将，我都嫌丢人。以后你也不要再自称是我左卫大营第一高手，免得让外人以为我军营都是草包。还不给我滚出去！你是何人？二师兄，他是左营的纳兰将军，他没有要伤害我。刚才我与将军是在比武对诗。是你带兵偷袭了我们。本将军得到的圣旨，就是将和尚与西鲁天会一个不留，全部杀光。果然是你干的，没想到你这么卑鄙，偷袭我们。这里是本将军的地界，我想要杀你们，用不着偷偷摸摸。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的失踪，是不是你所为？难道不是你们把万寿山和冰玉藏起来了吗？如果你们肯说出他们的下落，也就证明你们没有与西鲁天会勾结。我或许可以替你们向皇上求情，留你们一条性命。皇上派我们西行招安，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边疆多年战火。我们历经艰险，一路过关，皇上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下旨赶尽杀绝。皇上让你们招安西鲁天会，可是你们已经被西鲁天会策反，进京和谈只是幌子，密谋叛乱才是你们真正的目的。我们远离红尘俗世，一切皆不过是众生事想。我们之所以出使西行，就是为了愿与巫山度世间一切苦厄，又怎么可能参与叛乱？你们不承认参与叛乱？小僧等人的任务就是护送西鲁天会的人安全进京，完成圣命和师父的嘱托。你刚才说劫杀我们是皇上下的密令，请问圣旨在哪儿？你的意思是皇上不会下格杀令？我只是不相信皇上身为一国之君，会突然的改变心意。我怀疑有人假传圣旨，我们肩负着皇上的使命。将军，什么事？是不是京城里来消息，我们可以动手了？和尚们怎么样？纳兰性德根本不想杀和尚们，还把和尚们都叫进帐篷里，以礼相待，比武斗诗，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不会对和尚们手下留情，他摆明在浪费时间嘛！吟诗对唱，有点意思。狂妄自大，自以为是。就算是当今圣上下旨杀和尚，他都敢推三阻四。他有没有从和尚口中得到万寿山的下落？那帮和尚，整天就知道装疯卖傻，不动用重刑，根本问不出什么。我们不能再等了。既然和尚们说不出万寿山的下落，那留着他们也没有用。纳兰性德与叛党同流合污，抗旨不遵，那我们就可以把他杀了。
太子与索大人信中催促，必须尽快杀掉和尚。纳兰性德处处阻挠，我看只有2种可能：一是他内心怜悯，不忍心杀了和尚；二是他已经对我们产生了怀疑，无论哪一点，我们都得杀了他。那我们该怎么做？事出不能无名，省得落下别人话柄。你说有人敢假传圣旨，这可是抄家灭族的死罪。什么人敢这么大胆？将军是否有皇上下的旨意？一看圣旨便知。难道将军你也没有见过圣旨？你们与其有闲心怀疑圣旨是真是假，倒不如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如果你们没有被策反，那你们就说出西鲁天会投降的真正目的。停止战火，顺应民意，让百姓们过上安稳太平的日子。就凭你们几个和尚，就能说服万寿山归降大清？我们将士浴血战场，杀敌无数，都不能让他们退却。你们只凭几张嘴就解决了，皇上怎么不早点派你们去？还要我们这些守城将士干什么？以暴制暴，只会换来更多的杀戮。我们一路西行，九死一生，好不容易劝服西鲁天会前去和谈，如今不仅冰玉公主和万寿山将军下落不明，我们还被冠以叛乱反国之罪，这让我怎么对师父交代？更无法对死去的师兄弟们交代。恐怕你们是无法向西鲁天会交代吧？他们把性命托付给你们，跟着你们进京谋反，却被识破，他们的反清计划失败，所以他们一怒之下就把你们关进棺材里。棺材？我们什么时候躺进棺材？在你们被送进军营的时候，3口棺材，3个和尚。二师兄，为什么有人要把我们装进棺材里？在他眼里，我们已经跟死人没什么区别。他是什么人？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少女。将军没有见到这名女子。他把你们扔下就消失不见，而守卫的士兵甚至毫无察觉。能在军营来去自如，他要么是武林高手，要么就是对军营十分熟悉。无论是哪一种，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巨大危险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我们对他也不甚了解。难道他不是西鲁天会的人吗？将军认为，但不知将军该如何对付纳兰性德？杀了纳兰性德还不简单，只是不能轻饶了他。将军为什么那么恨纳兰性德？我父亲当年战场杀敌无数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最后落得个什么下场？大将军之前是因为参与楚魏之争，被皇上革职降罪，关进大牢，后来死的也是蹊跷，无人不议论纷纷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爹根本就没有参与夺嫡，在索额图与纳兰明珠太子党争之事上，就因为受的罪比我爹多100倍、1000倍，甚至10000倍。我要慢慢折磨他而死。格伦将军是皇上派来的钦差，他要杀你们，你们还是认命吧。这件事情一定没那么简单。只要我们找到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，带他们回到京城，面见了圣上，一切自然就明了了。可惜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和尚虽然愚钝，但也能看出将军，你并非穷凶极恶、不分是非之人。这个时候，将军何不选择一条正确的路？正确的路？这个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正确的路，有的只是靠自己的力量来使当初的选择显得正确。皇上下旨杀光你们所有人，那么你们就一定是大逆不道的叛贼。你不是还没亲眼看到圣旨吗？好吧，看在我心中礼佛的份上，我可以让你们死得瞑目。如果格伦身上真的有皇上圣旨，你们也就没什么话说了吧？将军，不好了！紫嫣，
什么事这么着急？格伦将军正在过来的路上。他来干什么？将军，带他们下去。两位请。阿弥陀佛。将军，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和尚们在哪儿？我让他们交代万寿山的下落，他们拒不合作。我看，你是要违抗圣旨。我什么时候违抗圣旨了？你迟迟不肯处决和尚们，不是为了查到万寿山的消息，而是想跟和尚们同流合污。你怀疑我与西鲁天会勾结吗？刚刚和尚们还怀疑你不是皇上的钦差呢。你竟然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？我当然不信。假传圣旨可是抄家的死罪。格伦，你肯定没这雄心豹子胆吧？违抗圣旨才是死罪。你连审都不审，就地正法。你这么心急，是怕他们说出真相吗？我倒是有个真相，你想听吗？那就要看你敢不敢说了。我有什么不敢？真相就是，你已经被策反了。紫嫣姑娘，你要带和尚们去哪里？我奉纳兰将军命令，把和尚们带下去严刑拷打，直到他们肯说出万寿山的下落。不必了，把他们交给我即可。这是将军的命令，为何不必了？因为他们已经活不了了，就不劳烦紫嫣姑娘白跑一趟。放肆！左卫大营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也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。说到底，你不过是将军的一个女人，而不是将军夫人。你应该好好想想清楚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当然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。得意忘形的人恐怕是你吧？你敢这么大胆，公然跟将军作对，是不是觉得找到靠山给你撑腰？但你别忘了，谁才是主子？我正是替将军着想，想要杀死这些和尚。你要有什么质疑的话，可以去问将军。来人，拿下逆贼！是。笑话！我堂堂一个将军，为什么要跟和尚们同流合污？因为你有冤，你恨皇上。你爹当朝宰相纳兰明珠，在太子之争一事上首当其冲，成为皇上整顿朋党的第一刀，罢免职位，抑郁而终。你从御前一品带刀侍卫，被发配到这里戍守边疆。你们纳兰家族从此门庭败落，风光不再。你敢说你不恨皇上吗？其实你想造反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很奇怪。皇上知道你不会遵旨行事，所以派我前来监察此事。没想到你们纳兰家族的血液里流淌的都是逆臣贼子的血。格伦，你也不愧是你父亲的好儿子。你想杀我吗？你再多说一句，我恐怕我会忍不住。我是皇上特派的钦差，你连我都想杀，还敢说不想造反？你一直说你有皇上圣旨，究竟皇上的圣旨在哪里？皇上特地嘱咐，此事不能让太多人知道，以免有损皇上的圣名，故而只有口谕。可是口说无凭，你在怀疑我？这么大的事情，和尚们奉旨西行，我要是误杀了和尚，他日皇上怪罪下来，全部的责任都在我一个人头上，我可担当不起。如果你能拿出皇上圣旨，我不杀，便是抗旨。你作为皇上特派的钦差，大可以一刀砍了我的脑袋。你明知皇上只下了口谕，你竟敢违抗圣旨，我现在就将你就地正法！大胆逆贼！你想逃跑？我们并无此意，但你们不要逼我们出手。上次我没打过你，你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吗？不服再来！和尚，我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。惊动了军营里数千精兵，你功夫再好，
双拳难敌四手，你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几个？别忘了，你的真正目的。来人，拿下逆贼，押到刑场听候问斩。等等，我自己走。七师弟，你刚才跟和尚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有什么目的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才是。你最好不要跟我耍什么花样，要不然的话，就算是将军在，我照样取你首级。我没什么意思。纳兰，你不仅才华横溢，功夫也非同一般。格伦，你刀法如神，也称得上一代豪杰。如果你留在皇宫，也会是一个治国良才。如果你独守边关，也一定会威名四方。那我们是英雄相惜了。希望我们不是仇人。仇人不是你说了算，是历史发生的事实所决定的。你和我有仇？我怎么敢和你有仇？那你为什么想杀我？我们俩都是大清的将军，理应遵从大清皇上的旨意。你不遵旨行事，不是我要杀你，是皇上要杀你。我再说一句，皇上的圣旨在哪里？你一到这里就告诉我你代表皇上，你能代表吗？哼，皇上的令牌，足以证明吧？当然。我命令你，交出和尚，立即正法。你还有什么犹豫的吗？快点！快走！二师兄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找到万寿山，尽快离开军营。和尚们怎么样了？打伤了几个士兵，已经逃跑了。不要让他们逃出去。和尚们找不到万寿山，也不会逃跑。格伦是皇上特派的钦差，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疑点，但是现在没有证据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